Square One 的特殊状况指的是上下刚好有一层是你在三阶不会看过的状况，例如说上面这一层是2个边块互换，这是三阶不会有的。下面的话呢，它是3边轮换，是一个 U-perm 的感觉，这个是会有的。一个不会看到，一个会看到，这个就会是 Square One 的特殊状况。大部分人碰到 Square One 特殊状况会用13步的那个很长又很难背的公式，或者是新手解法会让整个方块乱掉。我在这边教你2个很短的公式，而且很好背哦。第一个公式会动到下面的这一层，等一下呢，它会把这4个边小边做一个顺时钟的调换，所以绿色到这边，橘色来这个橘色面，它会把下面这一层呢解好，上面则是完全不会动到。公式一开始是切，上面拨3格，下面推3格，变成左右互看的风筝，切就会变成直的横的9筒。这时候的定位点是这边推过来，然后下面拨1小格，让这边呢都是平的。所以你这时候从上面这样子看到画这个9筒9筒的形状，它其实是叠起来的。切变成贝壳贝壳，然后左边拨，下面推，切起来。这时候8个小边都在顶层，所以下面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6芒星的感觉。下面这一层拨过来，逆时针1格以后，其实 parity 就已经做好了。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，就是原路返回，原路走回去我们刚刚做过的那一些形状，重新切变成贝壳贝壳。然后贝壳贝壳要回复正方形的话呢，就是叠起来，切，然后上面变直的，下面变横的，切，风筝风筝，2个风筝叠起来，切回来，这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正方形。接下来就是很直觉的你要怎么解都可以，就是把这2个呢把它合起来。例如我上面动2格，切下来以后呢，上面就是一个很好看的一半，下面也是一个很好看的一半，再把它们这个互相对齐，就解好了。第二个公式则是把上面这一层4个边做逆时针的轮换，所以等一下呢，绿色过来这边，橘色到后面，这样子会把上面这层解好，下面这层则是完全不会动到。公式一开始也是切，上面拨，下面推，变成左右互看的风筝，切变成9筒9筒。但是跟第一个公式不一样的呢，是只动下面这一层，那这个定位点呢是底层只动1格，抵住了这个拇指这边感觉是平的，就停下来。这时候切，上面那一层就会像是一个往左前看，尖尖往左前的这个盾牌，下面则是往右的。这时候呢，上面让它正式的往正左看，下面推呢往正右看，切8个小边都会在上面，也就是下面呢是变成了6芒星的这个感觉。接下来是动下面1格，顺时针低，其实这时候 parity 就已经做好了，也是跟前面一样，原路返回，把这个形态呢再把它一一走回去，切变成盾牌盾牌，然后变成左前跟右前的盾牌，这时候这边呢都是平的，过来9筒9筒，下面1小格，风筝风筝，就恢复了原来的正方形。也是跟第一个公式一样，其实你接下来很直觉的把上面跟下面的这个面解好就好了。那比如说这次呢，我是动下面的这边顺时针过来，切下去以后，上面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看的黑色，下面也是一个很好看的黑色的一半，所以这时候再互相对齐，切起来就会解好。所以这2个公式都是分成3阶段来记忆：6芒星、原路返回，然后很直觉的把上下的颜色解好。
也就是第一阶段，先把8个小边集中在其中一层，另外一层就是6个大边形成的这个六芒星。然后这六芒星动一格了以后呢，再原路返回，把刚刚做出的形状再往前推回去，变成了正方形以后呢，让它变成一半一半以后，再切回来，上下的颜色就会好。所以碰到特殊状况的一个想法呢，就是哪一层错了，就做那一层的公式。那像这个是这两边互换，是上层错了，我们就做上层的公式。这样子上下都是这个3阶会看到的状况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再继续解下去。另一个想法是有没有办法解掉更多的边，然后变成一个好解的状况。像这个比较特别，它的底层是顺时钟的换3边，所以如果我们做底层的公式的话呢，会分别把绿色然后还有红色解好，下面就只剩下2个。所以如果我们做了底层的公式的话，虽然上面看起来是特殊，下面看起来是换两边也是特殊，但实际上上下都错的时候就不是特殊状况，我们可以很快的把这2个跟这2个呢把它解好。题外话，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插图很精美啊？因为我做了一个 Square One 画图器，只要输入转动符号，它就会产生图片让你下载，那这是完全免费的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请看这部影片，教你怎么使用这个 Square One 生成器。